係講網友嗱，呢一個張雪峰呢個人咧，我真係唔識嘅，我未聽過，我住得好背。咁咧就係，但係佢死咗咧，哇！喺大陸係最受關注嘅一件事嘅。咁我係想借佢嘅死嚟到講下背後嘅現象，背後嘅現象。好啦，3月24號中午12點26分，呢個張雪峰跑步啊，佢喺度跑步機鍛鍊啫，突感不適送院急救。當晚9點53分就已經過咗身啦。呢個係嗱，我解釋下俾你聽。嗰陣時呢一個阿謝瑞麟啊，呢個係喺90幾年嗰陣時，又係喺醫院做動態跑步機、動態心電圖跑步機就翻白眼好在喺醫院立即送去急救，立即送上去急救咧救翻，咁到而家都未死喎。謝瑞麟係咁你就知道呢啲咁樣嘅跑步機一定係引起呢個心肌梗塞，呢個就係咁咧就係如果你平時唔驗咧，呢個咧就好危險嘅一件事嚟，呢個係。所以咧我成日都叫人驗。最容易係乜嘢咧？呢個幾樣嘢咧，呢個就係呢一個係冠心病啦，即係嗰個心嗰幾條血管嘅阻塞，於是咧就個心肌就係死亡，呢個就係或者個心律不正啦，呢個係好啦，佢當日朝頭早仲係直播，然後跑步，心源猝死同跑步嘅關係係心臟本來係唔掂，你跑步嘅心跳到某一點咧，佢忽然之間觸發咗呢一個急症。2023年曾經過勞住院，而出現胸悶心悸。胸悶心悸咧，好多時都係呢一個冠心病，心血管阻塞嘅。咁佢應該住院check過㗎啦，係咪？呢個係3月跑步72公里，每人跑步7公里，咦，同我差唔多喎佢同我差唔多。好啦，結果咧3月28號，成千上萬嘅群眾去蘇州殯儀館。嗰啲人好中意佢，人龍車龍長達幾公里。汪涵、李陽到場祭奠，呢個就係嗰啲學生帶埋錄取通知書信送行。其實佢係做乜嘢嘅咧？佢係做教人點樣去填大學，報乜嘢職業，會分配得好啲嘅大學，好啲嘅職業，好啲嘅專業，又出嚟咧揾到食嘅。呢個係。呢個當然係有好多嘅竅門喺入邊嘅。大陸一個咁龐大嘅地方，去唔同嘅地方讀就會有唔同嘅優點同缺點嘅，真係嘅。咁就出嚟做嘢咧，亦都有優點缺點。咁佢咧就係呢方面嘅 consultant 或者係導師呢一個係好多未能到場嘅咧都要外賣。悼念規模空前咧，講咗啦，呢個就係但係唔登佢嘅熱搜，謝絕探訪，呢個係政府唔想大規模，究竟呢個人係乜嘢人呢？各地嘅招生政策，唔同嘅專業升學就業前景了如指掌，幫助啲來自普通家庭嘅學生抹平資訊差距，規劃人生方向。我可以講俾你聽啦，即係你如果去外國申請讀書咧，你都係喺香港好容易請個 consultant， 因為咧就知道點樣去申請邊間學校邊個學科好。如果唔係，你咪要自己研究咯。咁咧呢個自己研究短期內都好難攞到啲真實嘅資訊嘅。咁好多比較有錢嘅人咧，就係請 consultant 就幫佢填嗰啲表，咁就係尤其是大陸，哇！我聽見佢個選擇咧就嚇死你，即係咧間大學個個地方都有唔同嘅分數去收人嘅。
咁除咗呢樣之外呢，邊個先邊個後，邊間大學報邊個學科呢，都唔同啊。譬如香港咁樣，你成分數好低咁去讀乜嘢好啊？咁啊去浸會讀宗教研究系，咁差唔多冇人讀嗰啲嘅。一向呢就係最差嘅呢，就係讀嗰啲 pure science 嘅嘢 ，biology 啊嗰啲呢，又係完全冇人讀嘅。咁你就識得去邊間學校，邊個學科。佢唔係，佢仲要穿透呢樣嘢出嚟，呢樣嘢讀完有冇用呢？出嚟去打工值幾多錢？嗱，譬如有5間同國防大學嗰啲，你入咗去呢，咁你出嚟就一生可以去軍工系統嗰度做嘢。呢個係建議過渡工嚟焦慮，一係就係寒門引路人教嗰啲寒門點樣作出選擇，一係就焦慮販賣者。係恐嚇你哋話幾難幾難，然後呢，就等你哋俾錢佢，然後佢嘅 advice 咧完全係教育嘅選擇，係只係講點樣可以就業賺錢，係唔理嗰啲家長同埋嗰個學生真正嘅需求係點，攻擊佢嘅人呢就咁賣焦慮嚟到賺錢。好啦，嗱，呢個人叫張子標啊，張雪峰，1984年出世，黑龍江齊齊哈爾婦幼兒園，一座常住人口20幾萬嘅縣城，家境普通，即係多數呢啲時候嗰啲家長喺東北都係咩嘅啦，都係做呢個國企嘅工人出身。讀書時成績中上，中考、初中考試全縣排名第16，高考全縣60名，入鄭州大學。齊齊哈爾一個縣前60名咁樣，算係叻㗎啦，都算係叻㗎啦。後來佢嘅講法呢，就係呢段出生係佢最核心嘅人設基礎，佢反覆強調自己係普通老百姓捱出嚟嘅。於是佢攞到嗰啲寒門家長嘅距離，拉近個距離係接受佢。佢第一個專業，佢結果俾佢讀乜嘢呢？鄭州大學排水專業。咦？通知書係排水專業喎？咩叫排水專業啊？以為佢管呢個係咪管廁所㗎？呢咁就係其實講水利工程嚟嘅，水利工程。好啦，佢冇做過呢樣嘢。喺朋友邀請下咧，進入考研輔導啊，輔導人哋考研究生。嗱，考研究生咧又係要考試嘅，呢個係考到試先至可以讀研究生。呢個咧就似美國嘅，美國咧就有個畢業生考研究生咧，你要通過個考試，然後咧去申請嘅。初期咧就做諮詢工作，係即係人哋答人哋問題。2008年。教早期有學生佢講到好 high， 但係冇乜用。好啦，考研講師到升學資訊說明會嘅主講人，咁你要人哋幫襯，咁你係有個人出嚟講解呢個行業去兜生意嘅。其實佢做呢啲嘢，由傳統考研輔導變咗去唔淨係考研啦，讀大學。讀乜嘢專業，咩地域差異，就業途徑，佢可以喺黑板咧寫出唔同嘅高校名稱，要用具體案例講明呢個專業出嚟咧，一般係做乜嘢嘢，賺幾多錢，入邊邊間公司好，邊間公司唔好。2016年，佢同朋友創立一個研圖考研，佢咧唔教授任何學科嘅。專門指導學生選擇考研嘅專業同埋院校，係完全有啲咧就係佢係輔導啲人去點樣考研啊，即係有啲似補習嘅。起初幾乎冇咩生意，搞到唔好咧就嚟到執笠噶啦嚇。好啦，結果佢出咗一條片，大陸就係咁啊，一條片就紅。朋友將佢嘅演講黑成光碟，去偏遠大學度播。有人剪咗其中片段上網，
於是就紅咗啦。佢用極快嘅語速喺7分鐘內概括晒中國34間頂尖大學嘅特點、地理位置同就業去向，資訊密度極高，非常迅速。中國頭34間大學喺邊度讀書好唔好，邊個學科叻讀完嗰啲學科去邊度做嘢，喺7分鐘內可以講晒出嚟。咁呢條片咧就令佢紅咗。每日新增粉絲10萬，結果粉絲最後停留嗰陣時去到700萬，去世前全平台粉絲各種平台6000萬，6000萬差唔多係頂榜嘅啦呢個係。咁於是嗰間就嚟死嘅公司咧就復活啦，但係增長放緩之後咧，佢哋諗下點樣可以自己令自己一路紅落去咧？嗰陣時去到700萬，上綜藝、拍電影、開直播，所有招數都用晒去 sell 自己。所有網紅嘅終點都係塌房，佢唔知呢個時候幾時會嚟，而家佢只能夠盡快預備一個 plan B。嗱，呢個講得當然好啱啦。任何網紅最後都有一日唔紅啊嘛，係咪啊？咁即係包括咗我在內啦。咁所以咧，我係要退休嘅咯，真係你唔可以做一世噶嘛，係咪？呢個係從考研培訓，即係由2012有 YouTube 做到而家，做咗14年，即係我係中間即係最紅嗰段時間係7-8年咁樣，我已經覺得即係非常之奇特啦，呢個真係。好啦，考研培訓佢變咗幫高考生填報，哇！呢個好賺，可以做好多好多嘅人。創立考研嘅指導學院，離開北京去咗蘇州，呢個叫做立峰學院。2023年幫人填報服務，即係完全嘅 consultant， 幫你填。然後推出夢想卡，定價過萬，幾小時售罄。我諗係一個 package 嚟嘅，嗰個夢想卡咧，你 sell 咗呢 package 咧，佢由頭到你服務噶啦，呢個就係幾個鐘頭賣晒，因為能夠照顧嘅人有限。呢個張雪峰對商業轉型嘅解釋係對政策嘅敏感，即係咧佢對政府嘅政策非常敏感，知道未來邊啲工係會受到政府鼓勵，就會多呢啲工，呢啲工咧就揾到錢。2014年國務院啟動新高考改革，志願填報嘅複雜度大增。喺2014年嗰陣時，呢個係2014年嗰陣時，點樣揀呢？係複雜咗好多。2014年新高考放棄咗文理分科，唔分文科理科，學生可以喺6科入邊自由配搭選擇。到2023年呢，29個省已經改革，30個省29個省。新制度下，你又揀專業又揀院校，每一個配搭算一個志願。普通考生咧可以填96個志願，哇！呢個複雜。點解呢？譬如你可以填10間院校，唔可以無限量嘅。呢個96個即係點啊？你可以揀8個專業，譬如12間院校，唔同院校搭嚟搭去，咪搭到96個出嚟咯。但係唔同省呢個規則又唔同嘅，遼寧可以搭出112個。啲人唔識得點樣考完試3日內到半個月內呢，可以填啱呢樣嘢喎。即使冇張雪峰，有黃雪峰、李雪峰嚟填補呢個角色，呢個係嘅。但係我講俾你聽，而家一個 AI 就打到你啦。呢啲真係呢啲表面好複雜嘅嘢呢，其實一入咗 AI 呢，呢啲係非常簡單嘅嘢，呢個非常簡單。咁你就俾1萬蚊佢啦，夢想卡、圓夢卡幾萬個名額，幾個鐘頭賣晒，即係咧幾億單晚賣1000單，1000萬。好啦，嗰個高考分數揭曉，佢嗰班員工咧入住酒店，封閉式填報志願，幫所有人填。我諗佢有套系統係咪？
睡眠壓縮到每日2小時，家長焦急等待，有人2分鐘問完咧就落單㗎啦，因為唔識填。豐學未來志願者填報客戶由4000人去到5000人，一年有5000人幫襯，5000人每年5000人，咁佢其實個 package 咧幫幾年嘅，但係每年5000人咯，你當佢係一年有5000萬收入。名下關聯公司11個，涵蓋教育、諮詢、文旅，去旅行添喎。單條廣告25萬，喺佢度出廣告，招收學生25萬，線下出場費40萬，註冊雪峰甄選做電商又帶貨有幾百萬，以有限合夥人參與蘇州股權投資基金，投向半導體等硬科技，佢又去做創投呢個係支持者窮人需要張雪峰。我出身普通家庭，如果屋企環境係好，選擇更多，就冇錯唔錯嘅問題。但大多數家庭咧條件冇咁好，選專業就要選啱，能夠有飯食，即係咧佢容錯率咧就好低。呢番回應咧得到網上普通人嘅共鳴，爭議令佢粉絲更加堅定。評論區全部都係支持佢嘅，可以咁講。窮人需要張雪峰，佢講嘢幾啱我聽喎。2023年，佢喺直播間勸一個理科嘅模考590分嘅家長模型考試，將佢打暈都冇俾佢學新聞。如果任何人咧叫你去讀新聞咧，我一定叫你千祈唔好讀新聞，呢啲係垃圾科嚟嘅。片段經過剪輯後瘋傳，引起重慶大學新聞學系張小強隔空反駁。唔需要讀嘅新聞係唔需要讀嘅，呢個係你讀語言係好過呢一個係讀新聞嘅，呢個係批評以單一就業邏輯否定專業價值，強化功利主義，暗示家庭唔好咧，唔應該追逐夢想。即係點講啊？家庭唔好咁樣，你去讀一啲你中意嘅嘢，好似我嗰陣時，我就因為中意我走去讀 history 啊嘛。咁結果我做嘅嘢同 history 完全冇關係啊！因為我嗰時覺得自己會係一個偉大嘅歷史學家啊！呢個係咁，但係結果出嚟咧，你梗係要賺錢先啦，屋企等住我養係咪啊？好啦，文科就係服務業同道歉 T 恤。文科概括為服務業，呢個就係所有讀文科嘅，因為你冇個專業啊嘛，你出嚟咧你就做服務業各式各樣嘅商業服務，因為你啲文字咧就比較好，就即係大致係咁啦，呢個就係。但係道歉，結果出嚟道歉都係流量嘅一部分。一個因為吐槽房貸利息被推上熱搜咧，佢做咗件我錯了我道歉喺直播間賣。結果老婆買咗着俾老公，老公買咗着俾老婆睇，男仔着翻去着俾女朋友睇，於是個道歉專門戶。佢對女生求嘅建議咧，都有一個揾男朋友。嗰個女生係咪問佢婚戀建議咧？佢都附送婚戀券、婚戀罐。要點係男生揾個男朋友，然後跟住佢。你始終咧都係要嫁人嘅，咁呢個係一個保守嘅觀念，咁呢個就喺香港就唔啱啦。即係香港女性咧真係好獨立嘅。佢喺奇葩說呢個愛奇藝上嘅講啲得意嘢嘅，傳統性別分工，男人冇自己嘅，即係男人係主外嘅，女人主內嘅嗰啲咁嘅嘢。25歲覺得爸爸媽媽要令爸爸媽媽覺得一個好嘅仔女，35歲老婆覺得有個好嘅老公，45歲有個好嘅老豆。佢講緊呢樣嘢咧，其實咧就係中國人咧，你會發現啊，我解釋俾你聽，你唔係為咗自己活嘅，佢係要求你係扮演你嘅每一個角色你係一個好嘅同事，好一個國民，就嗰個都唔係你嚟喎。好嘅老公，你好嘅乜嘢人，你不停扮演緊唔同嘅角色。佢暗示女性更多係妻子母親唔使發展事業嘅。好啦，
學者反駁，考慮行業前景係咪咁簡單呢？以終為始法，呢個係我成日都講嘅，呢一本好重要嘅書講嘅發明嘅。確定嘅終點就唔好擾路。以終為始法就係其實嗰個真正就係你如果死嗰刻，你希望啲人點樣講你呢？咁因此你就決定你而家點做，你最終目標係點，你就決定而家開始點做，你都決定而家開始點做。志願填報學者葉耀陽3個因素：個人興趣、能力比較優勢、行業前景，只係考慮一個未來發展會非常受限，同一個專業嘅內部差異大於專業之間嘅平均差異。呢個係一個4平8穩嘅講法咯。個人有冇興趣，我就強調個人興趣。冇興趣做乜嘢都唔開心，呢個係最重要嘅。然後個能力比較優勢，你適唔適合讀呢樣嘢？然後講呢樣嘢有冇前途？呢樣嘢有冇前途係第3嘅。如果以我嚟講係，你唔係李靖嘅仔，千萬唔好嗌口號，相信口號，該瞓覺就瞓覺。因為哪吒點咁犀利咧？因為佢李靖嘅仔，你唔係，即係講大陸嗰啲關係啦。所以哪吒個師傅咧係太乙仙人，你就連太乙仙人個面都見唔到。回應哪吒以我命由我不由天啊！呢一個係呢個道家嘅一個口號啊！呢個係呢段話就係佢世界觀嘅濃縮。佢認為喺不公平嘅世界，鼓勵個人奮鬥係偽善同欺騙，平民階層一定要認清遊戲規則，先能夠有限嘅空間揾到出路。嗰個家世個影響係重要嘅，對一般人嚟講呢個，但係最叻嘅人呢係唔使家世嘅，唔關家世事，最叻就唔關家世事即係呢個好似毛遂講，呢個叻嘅人，你擺個錐喺個袋度呢，係點都刺穿嘅，一定刺穿出嚟嘅。呢個天才嘅人呢，就完全唔受呢啲規則控制嘅。好啦，佢講咗句爭議嘅嘢，公台佢捐1億出嚟喎。2025年9月3，中國閱兵擁有呢啲武器，就為咗國家統一。如果武力統一台灣呢，至少捐款5000萬，公司捐1億。結果大鑊，呢個喺人哋覺得佢係嘲笑，話中國唔敢統一。批評將統一同埋槍響輕率捆綁，結果被約談。你點解咁？其實佢係咪真係含有嘲弄呢個中國？講咗幾十年，你打啦，你打我就俾錢你啦。我覺得有嘅，呢個真係。禁完到恢復呢個9月3號一路去到10月3號，呢一個係被禁言發表公台。10月22號個半月之後恢復正常，又話佢長期使用污言穢語。佢真正嘅錯誤係講年輕人嘅經濟憂慮，而政府想淡化青年失業率嘅問題，並指責年輕人對工作過於挑剔。即係佢呢種咁嘅講法咧，好容易係變咗係講出嗰啲青年人對社會不滿嘅。雖然佢係用正能量鼓勵，但實際上就令青年人覺得不滿，所以咧係被整頓嘅。明年可能睇唔到我啦，我動咗太多人嘅蛋糕啦，喊住講喎，真係俾佢講啱咗，就唔係因為俾當局整咗，係因為佢過咗身。做呢個行業唔容易，有啲嘢我唔可以講得太白。呢句話喺佢去世後被大量翻出，有人覺得佢預感到危險，有人話佢直播間營造話題嘅慣用方法。於是有人話佢係俾當局殺死喎。呢個係俾當局謀殺致死。永遠任何一個名人死咗呢，都係會人哋唔相信嘅，話佢點死嘅。2023年高考季已經係強制住院㗎啦，呢個係呢個高考成績第3日，2023年
呢個3年前嗰陣時啲人留言啊，嗰啲家長對佢好信任，張老師頂住，我個仔先至上2年班，一定要靠你。長年高強度工作，4小時唔起身，直播時間長，全程唔起身唔飲水，234分鐘可以講6個鐘頭。唔瞓覺記錄40個鐘頭，平均每個家長答6分鐘。常年每週直播3次，哇！直播可以去到6個鐘頭。飲食作息極不規則，去世嗰日上晝依然做直播，跟住去跑步。即係咧，我俾你嘅建議咧，你防止呢啲咧，就一定係要去照心血管嘅。照心血管，做心電圖、動態心電圖，做呢個輻射嘅測試，心血流嘅測試，然後就係心電圖就睇到你呢個心跳平均咯，呢個就係呢啲咧。如果唔做咧，係隨時危險嘅。最容易死嘅就係40歲至50歲，其實就係2020年跑咗3000公里。參加個馬拉松，有時忙碌一日之後去跑12公里，佢都注重健康。朋友圈最後停喺3月22號，最後更新，當日跑7公里，3月累計跑咗72公里。佢演講上講40幾公里都跑落嚟啦，仲有乜嘢係我唔能夠做嘅？跑步係佢嘅意志力訓練，亦都向投資人展示嘅加分項嗱。我覺得跑步我嚟訓練好好嘅，但係當然啦，其實跑長跑呢係會造成呢個磨損嘅，真係長跑會造成磨損。好啦，結果呢，速效救心丸硝酸甘油手作量增加30倍。嗱，硝酸甘油呢，就係你心肌梗塞、塞血爆血管呢，你立即含喺脷底度救命嘅啊！呢啲咁嘅呢個心血管嘅醫療器材手作量增加10倍，富媒 Q10 喎，嗱唔係我講笑啦 ，Q10 即刻俾你睇下啦，一講醫療就講到 Q10，所以極 Q10咧就好重要啊！呢個係人生真係好玩，下輩子出年下一世仲會過嚟，呢個係被問及呢個墓誌銘嘅時候，佢冇停頓講呢句話，人生真係好玩，下世仲會嚟。即係如果話可以 experience 第二條生命，我當然係樂意啦。但係當然我唔相信有呢個機會啦。呢段對話發生喺2025年，唔到一年，佢以41歲之齡離世。好啦，呢個 Soy Lab 呢一個係韓國 Soy Lab 防脫髮系列，由癌症康復者研發，成分超溫和黑豆精華強化髮根，實證有效減少脫髮，精華清爽唔黐粒，頭皮即刻舒服晒。想夠髮，快啲去俏貓貓超市買啦！好。嗱，而家呢個超特價嘅嘢就係呢個洗頭水188蚊，呢個 Soy Lab 嘅呢個精華素163蚊，呢個雅烏樂最後一日啦，呢個就係最後聽日倒數一日啦，286蚊，未試咁平嘅，蜂膠牙膏33蚊，仲有呢一個係飛魚油8折152蚊，Omega 11嚟嘅，呢個能量啫喱唔知仲有冇，你去買88蚊。昨日東廠錦衣衛行過街市，聽聞有人出書寫皇上你。呢個世界居然有人自稱好了解我，仲要多角度分析，朕係暴君定雄主？知我者，莫若蕭若元兄。靖難之變嘅來龍去脈，永樂遷都北京嘅個中原因，幾次親征北伐蒙古，派鄭和下西洋同埋編修永樂大典嘅事蹟，都寫得絲絲入扣。分析讀到咩話咁好睇，都係賣新台幣520蚊嚟人，同朕計一計，大量購入要幾多白銀？
最新作品《蕭若元說明史》，明成祖、朱棣、暴君、雄主，現已在蕭貓貓辦館網站有售。